白玉珠，我是真的曾经爱过你，可惜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江河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这样对你了。陈总，你看，开车。江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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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骂你了。你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男人你都哄不回来，养你有什么用？何姨，你先别生气。陈江河这么绝情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好过。建国，他现在可是千万富翁了，你有办法对付他？陈江河不就是靠着丝光棉 T 恤做起来的吗？他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建国，你老子好使，只要能把陈江河这个狗东西踩在脚下，阿姨跟玉珠以后都听你的。何姨，只要你们都听我的，我保管用不了多久，陈江河一定会被我们踩在脚下。你现在是心衰晚期，要尽量避免情绪波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老婆，你在哪？能不能？我在上班，我在哪？一天天正事儿没有，就知道打电话问我在哪。陈江河，你烦不烦？老婆，你听我说，耽误了我工作，就靠你这那仨瓜俩枣，我跟女儿不西北风吗？忙点好，忙点好啊！玉珠也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不能拖累她。打了又不走，有病！不能打车，到了小龙虾季了，要省点钱给星星还有老婆买他们最喜欢吃的小龙虾。妈，王叔对你可真好，真羡慕。你说你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呀？哎，好看啊，那就不贵。陈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快快，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啊！玉珠，这就是你说的工作？陈江河，你这个眼神干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太小心眼，告诉你，又怕你多想。我多想？这是我多想的事吗？我刚才都用眼睛看见了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王建国在你后面干什么？我要是不进来，他是不是都趴在你身上了？陈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玉珠呢？这些年，玉珠可是处处为了你着想啊！我承认，我心里是放不下玉珠，但是我们俩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爸，你究竟要干什么呀？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还整天疑神疑鬼。今天是我跟妈请王叔出来吃饭，感谢他帮我找到工作的。如果不是王叔帮我，我的工作到现在都没着落呢。你凭什么说王叔？你要是还懂点事儿，就赶紧给王叔道歉。欣欣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我给他道歉？啊，做错事儿难道不应该道歉吗？哎，欣欣，我跟你爸妈呀，那都是几十年的交情，还道什么歉？再说了，
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等我100年以后啊，我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你，好吧？真的，谢谢王叔。王叔，等你老了，我给你养老。好，陈哥啊，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陈江河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？闺女为什么和建国亲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清楚什么？白玉珠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清楚什么？玉珠，都是我考虑不周。本来想着给欣欣找到工作庆祝一下，没想到给你们一家子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我现在就走啊！你们不要再吵了。你走什么？该走的人是他，是他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有脸怪这个怪那个。这些年要不是因为建国，我都不知道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玉珠，你不要再说陈哥了。这些年我帮你，也不完全是为了感谢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该是知道的。爸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每次都这样，只要一不站理，你就心脏痛不舒服，各种博同情。当年为了跟白玉珠结婚，我把纺织厂的晋升机会让给了王建国，这才有了他现在的飞黄腾达。本以为白玉珠会跟我安稳过一生，没想到他们这些年竟然一直没有断过。好了，别再演了，行不行？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就烦死了。能不能回家把衣服洗出来？别耽误我和建国谈正事。这事儿，先生，请问是你们包厢预约的全家福摄影吗？全家福。这就是你们的正事儿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是我们要预约全家福，记得给我们看美颜哦。好的。钱哥，妈，看我出镜。原来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陈江河从头到尾就只是个笑话。妈，看我出镜。好了，别再演了，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装了？江河，江河，江河，怎么还睡着了？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纺织厂10周年汇演排练现场，我这是重生了。江河，干嘛呢？你老婆都跟别人你的情也真我大也深了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你老婆都跟别人你的情也真我大也深了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闺女为什么和建国亲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别乱说啊，我跟他只是订婚。哟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谁不知道你为了娶她，连生产组组长的位置都让出去了？你可是咱们车间的情圣啊！你问，哎，你们看呢，那手牵着。多深？哎，好深，好深，好深呐！江河，你来了。那个，我和建国就是在排练，你别多想，
我没多想。嗨，陈哥，你千万别听这些人瞎起哄。我跟玉珠什么样，你还能不清楚吗？我跟她一直都是纯洁的车间同志关系。那个，好了，别闹了。没陪你去看庐山练是我不对，等我排练结束，我们就去，好不好？玉珠，原来你跟陈哥还有约会啊？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早知道这样，今天我就不约你来排练了。对不起啊，陈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王建国，少他妈恶心我！陈哥今天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陈哥今天好猛啊！江河，你怎么能骂人啊？玉珠，你可千万别生气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陈哥的心情。如果是因为演出的事儿让陈哥不高兴了，那我就不参加好了。哎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他发神经。陈江河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在怀疑我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哎，陈哥，你冷静冷静。玉珠她对你这么好，你应该好好珍惜才对啊！怎么可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就发火呢？王建国，你穿一身绿色就算了，怎么说话都一股绿茶味啊！真能住。绿茶？陈江河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建国？我为什么要参加汇演？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你但凡能够上进一点，我都不用这样。陈哥，这次真的误会玉珠了。她参加汇演是为了给厂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好让你们结婚的时候分到一个好的房子呀。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厂里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哪还有房子分？也只有白玉珠会信你的鬼话。陈哥，你说我可以，你说厂子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万一让厂领导听到了，那是会连累玉珠的。陈江河，你就是一个小工，人家建国可是车间组长，他知道的消息能不比你多吗？你自己不上进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带着我也不上进。陈江河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无可救药。你发完疯就想走？陈江河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担当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们的婚事就完了。风中风中风浪风，我们的婚事就完了。随你。前世我错在把白玉珠当成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好在老天有眼，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玉珠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，陈哥也不会误会。我现在就跟他解释，我把他喊回来啊！管他去哪干什么，他爱去哪去哪。我们继续去排练。陈哥，真就这么走了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我老婆跟别人这样搞，我一天打她800遍，把她腿打折。生什么气呀？人家不都说了吗？都是车间同志，做人不能心胸那么狭隘。哦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们俩就没这思想觉悟。对呀，前世我一辈子都围着白玉珠转，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厂长，咱们厂是不是积压了几百万的磁光棉销售不出去？朋友们，由于厂里的货卖不出去，大家伙儿这个月的工资实在是发不出来啊。厂里不发工资，可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对呀，厂长，你不是说一定能卖出去吗？小陈，
销售有销售部门的同事负责，你是生产车间的工人，做好你分内的工作，其他的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工人怎么了？厂长，您不是整天说我们工人也要有主人翁精神，怎么现在不作数了？那你说吧，不过我的时间有限，只给你1分钟时间。1分钟不行，厂长，给我10分钟，我能把厂里的丝光棉全卖出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厂里这次押上全部身家生产丝光棉，方向是不错，但是路子不对。什么路子不对？你仔细说说。没有事先打通销路，必然会导致货物积压。要是再卖不出去，最多下个月资金链断裂，厂里就得全面停工。你说的不错，不过小蔡，你当真能够把厂里积压的库存都给卖出去？您要是不信我，那我现在可以走。哎，别！行，我信你，小蔡，只要你能够解决厂里的囤货，我代表厂里给你发10万块钱的奖金。电话簿给我。眼下国外孟德娇的 T 恤衫大火，雅戈尔、红豆这些国内大工厂都急需采购丝光棉做纺织，只要能跟他们接上，就不愁没有销路。侬好，是青春服装厂吗？我是胜利纺织厂陈兆华。在位。Bonjour， 有些新疆都有 Z distinction。До свидания. Ciao. Sono Qianjiang Fabbriche Tessile Shengli. Arrivederci. 闺女，他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咋听不懂啊？爸，他说的是外国话，有法语、意大利语。Hello, I'm Chen Jianghe from Shengli Textile Factory. 这么多呀 I waiting for your call. Bye. 小陈，怎么样 I got it done. 成了，海城的雅戈尔。忘了，这会儿雅戈尔还不叫雅戈尔。海城的青春服装厂，他们出价最高，而且咱们有多少货，他们要多少。真的？明天就能签合同。哎呦，小陈啊，你可是咱们厂的救命恩人呐！我保证，只要对方的货款一到，我立马把那10万块钱的奖金发给你。哎，等等，小陈，你怎么把你自己的大哥大给放下了？来，拿着。闺女啊，你可是留过洋学的，他刚才在电话里面说些啥？哎，你快告诉我。他说英语的时候，我还能听懂一点，但是其他的我就听不懂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像他这种至少会4国语言的人才，在省部级大厂可都很罕见。你是怎么把他请来的？
喏，天上掉下来的。天上？江河，我刚刚在大礼堂太冲动了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呀？我不想跟你吵，我知道厂里那些人都在传我和建国的闲话，你不舒服。可是我就好受了吗？我不还是为了我们的婚房吗？你就不能忍一忍啊？我为什么要忍？另外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你跟王建国的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但凡和建国一样上进，你觉得厂里那些人会说我的闲话吗？他们之所以敢说我，敢嘲笑你，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？张口王建国，闭口王建国，他有什么资格能跟我比？他没资格。人家可是大学毕业，现在又是车间组长，手底下管着几十号工人。而你呢？你比建国还要早工作几年，结果现在还是一个底层的小工。白玉初，王建国怎么当上组长的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当初是你告诉我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想报恩，让我把晋升机会让给他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已经是车间主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后悔和我订婚，嫌我拖累你了是吧？随你怎么想。陈家河，玉珠，你别生气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这么好的女人，陈江河怎么不知道珍惜呢？陈家河，给，这个是我爸让我给你的10万奖金存折。哦，谢谢。你真厉害！你想，我爸还有厂里那么多叔叔都没有解决的问题，结果被你10分钟就解决了。碰巧而已，许小姐过奖了。你看我做什么？还有事吗？哎，许小姐，确实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我已经向厂里递交了辞职报告，麻烦你和厂长说一声，让他快点批一下。也是，他能力这么强，肯定不甘心就待在这样一个小厂。要是为难的话，就算了。啊，不为难，不为难的，我回头就跟我爸讲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演出的事儿，玉珠都跟我说了。是，他说了几句狠话，不也是话赶话吗？你们几个打小一个院儿长大的，一起出去唱个歌，又怎么了？你是一个男人，得大度点儿，让玉珠去跟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我跟他已经说过了，他跟王建国爱干嘛干嘛，我无所谓。陈江河，什么叫无所谓？你还想不想跟玉珠结婚了？陈江河，什么叫无所谓？你还想不想跟玉珠结婚了？陈江河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妈？何一、玉珠，你们不要再说陈哥了。陈哥他被厂里开除了，心里肯定不好受的。什么？开除？我也是刚得知消息，
说陈哥是因为旷工太多，所以才被厂里开除的。条子都已经到厂长那儿了，我还想着帮他说2句好话，都没办法。陈江河，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？你知不知道咱们厂的工作岗位有多难得？你现在被开除了，咱们结婚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呀？陈江河，我是说嘛，你怎么突然说话就硬气了？破罐子破摔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嫁给你是享福的，不是吃糠咽菜的。既然你们这么嫌弃，那就结婚了。反了天了！你还敢瞪我？你这个废物，你给我松开！陈江河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这城里谁不知道你跟玉珠订婚了？你现在退婚，你让别人怎么看玉珠？她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哎呀，何姨，你别再说他了，陈哥也不想这样的。这样，回头啊，我跟厂里说说情，看看能不能把陈哥调到保卫科看个大门什么的。看大门也行，保住工作岗位最要紧。你还不赶紧谢谢建国？谢谢他？你问问王建国，他配吗？陈江河，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！人家建国是看到玉珠的面子帮你，那是你们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哎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，都是一个院子的。啊，玉珠，你看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演出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你看看人家建国，再看看你，丢人。真好看。建国，还是你有眼光啊，不像陈江河这个废物，兜里比脸都还干净，还在那儿装大爷。地摊货而已。你放屁！就算是地摊货，有钱买吗你？谁说我没有？这张存折里有10万。哼！你把我们当傻子吗？10万，10万后面有几个零，你知道吗？陈江河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又爱撒谎，还爱虚荣。你但凡有建国一半上进，我都不至于对你这么失望。哎呀，陈哥，我知道你丢了工作，心里难受，但厂里规定，被开除的员工那是不能进礼堂参加汇演的。这样，这2块钱你拿去电影院看看电影，散散心啊。散个屁的心！咋不难受死他？哼！建国，阿姨知道你心善，但是这个善心呢，不能用在这个不值当的废物身上。怎么说到你痛处了？你要真有本事，明天的汇演你坐主席台上去呀！啊！喂，你好，陈江河吗？哦，我是青春服装厂的厂长李卫东啊，我们通过电话了呀。哦，李总你好，我是陈江河。你的事儿我从许厂长那里听说了，我们青春服装厂就需要你这种有头脑、会多国语言的人才打开市场，所以想请你做我们厂的全国总代理。你要是愿意，我现在就让秘书过去跟你签合同。雅戈尔全国总代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李总，我愿意。好，我还听说你跟你们厂长说了个什么雅戈尔，
这名字不错，洋气。我们已经开会决定了，以后我们青春服装厂就改名雅戈尔服装厂了。啊？哦，没有，那咱们下次见。哎，雅戈尔的名字竟然是我取的。爸，你就别晃了，你都晃得我脑袋都疼。规律啊，现在陈江河可是青春服装厂的总代理，咱们厂的生死都握在他的手里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和他打好关系啊。爸，人家改名啊叫雅戈尔了。哦，对，雅戈尔。这样，你去让三车间的王建国。让他负责接待小陈，接待陈总。他们呢是一个大院的，想来关系应该不错。会不会不合适啊？你想啊，陈江河现在是雅戈尔的全国总代理，你让一个车间小组长去接待，不好吧？最好办，立刻升王建国做接待部的主任。陈总，那以后厂里的工作呢，就由我来跟您对接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许小姐客气了，以后叫我江河就好。好，那江河，我作为胜利纺织厂的代表，诚挚的邀请您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我们厂10周年的文艺汇演，你可一定要答应啊！怎么？说到你痛处了，你要真有本事，明天的汇演你坐主席台上去呀！好，太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哦。这礼堂怎么像是重新装修了一样？你们不知道吧？这次汇演可不单单只是为了咱们厂的10周年庆。那是为啥？这次汇演，雅戈尔全国总代理陈总也要莅临现场。这大礼堂啊，也是因为陈总要来，所以才翻新的。陈总这人那可了不得，那是一句话就能左右咱们厂的生死。我现在是厂里的接待主任，专门负责接待陈总。陈总真厉害，要是陈江河，我在期待什么呀？那个不争气的废物，怎么能跟人家陈总比？主任，哎呦，建国，你又升职了呀！哎呦，阿姨呀，就知道你有出息。那玉珠凭仙境的事儿，我现在可是厂长面前的红人，玉珠凭仙境，那还不是我在厂长面前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哎呀，好。陈江河这个废物怎么来了？陈江河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人家建国现在升车间主任了，你去他面前多说几句好话。他现在啊，可是厂长面前红人，能和厂长坐一桌上吃饭的。你求求他，说不定这次厂里就不开除你了。求他？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玉珠也是为了你好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哎呀，何姨，你就不要怪陈哥了嘛。
陈哥这刚丢了工作，心情不好，我也是能理解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建国，他平时就这样，都是被我给惯坏了，你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啊。没事，这次啊，要招待好了雅戈尔的陈总，到时候厂长表扬我，我还不是随随便便一句话，陈哥还是能继续留在咱们厂里的。啊，对了，各位，你们是不是还没见过陈总？我现在就给陈总打电话，好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高人。你看看人家建国，再看看你，都是一个月长大的，这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呀？哎呀，我也真是瞎了眼了，还让玉珠给你订婚。你是疯了！你花几年的工资去买一个大哥大来充面子？江河，面子就那么重要吗？你把所有的积蓄都拿来买这个东西，我们结婚怎么办呀？这个是许厂长送我的。够了，陈江河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呀？这狗东西，你也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啊？喂，陈总，是我呀，胜利纺织厂的小王嘛。啊，对，不用客气，咱们俩谁跟谁啊，是不是？哦呦，好，那我知道了啊，行，那您先忙哈，好。建国，看来陈总挺器重你的呀。那是，我跟陈总的关系啊，那是好的不得了。要不然厂里怎么会让我来当这个接待主任呢？哎呦，建国，你看你那个大哥大已经旧了，以后啊你就用这个大哥大。哎呦，何姨呀，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？嗨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玉珠的事儿还拜托你了。这个好说，玉珠，一会儿你好好准备准备。要是待会儿表演的时候给陈总留下个好印象，你别说凭什么先进来，也有可能啊。陈江河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争点气？哦，对了，建国，这个陈总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怎么听说他一开始只是咱们工厂的一个小工，到最后怎么变成雅戈尔的总代理了？哎，对，建国，你跟我们说说呀。陈总，那是咱们厂里飞出的金凤凰，就陈总一个人啊！记住，就他一个人啊，他一个人就能跟好几个国家的人对话，这么厉害！咱们厂长闺女留过洋，好像也才会异国语言吧？你们懂什么？这还只是陈总的冰山一角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哎，对，是什么呀？咱们这位陈总，10分钟啊，只用了10分钟，就把咱们厂里几百万积压的茼蒿全给卖出去了。你们就说厉不厉害？瞧你说的啊！要不说人家是雅戈尔全国总代理，你还只是个普通的车间工人呢。哎，你还敢笑？你给我站起来！你跟陈总都姓陈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自己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的，
我要是你呀，都能撞死在这儿了。玉珠啊，这陈江河怎么来了？他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是啊，按规定开除的员工不能进礼堂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你不得受牵连呀？刚才光顾着说陈总呢，把这事儿搞忘了。陈江河，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想连累我和玉珠被厂里通报批评吗？放心，我这次来是受徐暖夏小姐的邀请，不会牵连任何人。哼，邀请个奶奶的腿儿！你怎么不说天王老子请你来的呢？你别逼我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我杀你！陈江河，别装了，赶紧滚吧！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玉珠的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的大哥大，这东西应该花了你好几年的工资吧？陈哥，如果打我你能解气的话，你就打吧。陈江河，你现在竟然还敢动手打人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玉珠，这个汇演时间快到了，如果让厂领导看到他，那这一切就完了。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赶紧给我滚！陈江河，你能懂事一点，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！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！住手！住手！徐小姐，王建国，厂里让你好好招待陈总，你就这么招待是吗？徐小姐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把闹事的人赶走，绝对不会给陈总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还不快去！哎，陈江河，还不快走！王建国，你让谁走？徐小姐，当然是陈江河呀。他一个被开除的职工在这儿闹事，那是给厂里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。许小姐，都是陈江河在礼堂闹事儿，他想破坏厂里的形象。刚才我们正替厂里把他赶出去呢。陈江河他是我未婚夫，他最近犯病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马上叫人把他赶出去，绝对不给厂里添麻烦啊！白玉珠，我没病，也不会给厂里添任何麻烦。我跟你们说过，我是许小姐请来的贵人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许小姐是厂长千金，你一个被开除的废物也配？石江河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？你难道要把我们都害死吗？不是，你真的是他的未婚妻吗？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啊？这个废物还能是谁？本来我是希望厂里看他可怜，跟他安排一个看大门的工作。哼，他倒好，这么一闹，只能去要饭。我当初也是瞎了眼了，还同意你跟我女儿订婚。徐小姐，都是我工作不到位，这样我立马找人把他带走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带走！住手！王建国，我问你，你真的见到陈总了？我确实好好招待了，但是刚刚
还给他打了电话呢。我跟陈总的关系那可好了。哎，王建国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关系很好了？陈江河，你这个废物！常领导说话哪有你插话的份儿？你赶紧跟王主任和许小姐道歉。许小姐，您是不知道呀，自打厂里把他开除了，他就得了疯病，总幻想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啊！是啊，徐小姐，他这几天确实不太对劲。你看，哪个普通工人会花几年的工资买这个东西啊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怕大家笑话。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哼，我们玉珠可不能要他了。今天大家都在啊，我做主退换。妈，干什么？这种废物东西，你还真准备嫁给他呀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刚好，在座的工友可以做个见证，从今往后，我陈江河和白玉珠再无任何关系。陈江河，你说你就闹吧，错过玉珠这么好的女人，你就后悔去吧。陈江河，你真要和我退婚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狂妄自大，鲁莽冲动，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。你做事之前能不能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？未来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能有什么未来？当初啊，我就让你选择建国，那就不听。现在建国，人家都是主任了，他呢，活成了一个笑话。秦小姐，这情况呢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跟陈江河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天是陈江河擅闯礼堂，寻衅闹事，严重影响了咱们厂的形象。我建议厂里应该把他抓起来，移交公安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你确定要关他？对，把他关起来，送公安去。是啊，徐小姐，趁着领导们还有陈总还没到，还没给咱们厂造成损失，赶紧把他抓起来。是谁说要抓陈总呢？爸，许承让，陈总，让您受委屈了。厂长，您说他是陈总？不可能，主任，他就是厂里开除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陈总？厂长，你一定是认错了吧？陈江河就是雅戈尔的陈总，也是只用了10分钟就拯救了我们厂的大安神，这还有错？陈总，您放心，这些人对您不敬，就是对我们胜利纺织厂不敬。回头我就把他们全开了。江河，阿姨呀，早就知道你有出息。这老话说得好，这严师出高徒，严母啊出才子。你跟玉珠就要结婚了，我呀也算你半个妈。要不是我平时对你这么高要求，你也不会有这么出息，对不对？是吗，何姨？您这变脸的功夫真是强了。可是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
有点太晚了吗？我刚才呀是昏了头了，是我不对。其实啊，在我心里，你跟玉珠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而且啊，你那么爱玉珠，你也舍不得玉珠，对不对？玉珠，我们已经退婚了，您定的。陈总，啊不，陈总，来，您的大哥大。哎，那个，是我之前没长眼睛，没认出您来，才跟你说的那些话。我该死，我不是人。陈总，我求求您，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吧。许厂长，许小姐，陈总，你有什么指示尽管说。我们胜利纺织厂上下一定认真聆听，深入学习。这几个人，那个，江河，你先别说别的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成为雅戈尔总代理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啊？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那个，我们都订婚了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啊？啊！白玉珠，你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。你是怎么有脸说出刚才那句话的？哦，陈总，您在这里啊！雅戈尔的王秘书，陈总，我是李总的秘书。李总给您打电话没人接，所以让我专门过来找您，跟您约个时间会谈。好像是说要终止雅戈尔和您的总代理合作。王秘书，陈总不是刚跟雅戈尔合作吗？怎么突然就要终止了？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们李总马上就到，到时候他会亲自和陈总说的。还说什么说？肯定是陈江河这个骗子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欺骗了李总，所以才紧急叫停合作的。陈哥，你说你平时骗骗我们也就算了，怎么现在骗到李总头上了？这不是给咱们厂里惹下大麻烦吗？万一影响厂里跟雅戈尔的合作，你说怎么办？李总肯定是过来兴师问罪的。陈江河，我以为我终于熬出头了，等到你出息的那天了，结果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不争气，还惹下了这么大的祸。这种人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废物，到了什么时候都是废物。你给我闭嘴！王秘书，江河是真的有本事，我不相信李总会突然终止合作的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只是按照李总的指示来传达通知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。许小姐，看来您也是被陈江河给骗了吧？就他，他要真有本事，能在厂里待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一个小工吗？陈江河，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？为什么老是想着一飞冲天？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安稳一点吗？小陈，你是不是哪儿得罪李总了？要不现在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给你解释一下。不用了，许厂长，因为我跟李总有别的合作要谈，所以总代理的合作自然也就取消了。哦，哎呀，陈总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也好让我准备一下呀。我就知道，雅戈尔不会这么轻易的和你取消合作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
你还在骗人！待会儿李总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圆下去。撒一个谎，就需要无数个谎来圆。陈江河，你真的够了！看，我们李总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陈总啊，闻名不如见面，我是雅阁李卫东啊。江河，哎呦，李总都来了，你怎么都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呀？陈总，这样回事？哦，他们不认识。厉总，咱们还是先聊正事吧。哎呀，江河，你跟玉珠都快结婚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呢。刚才我那么说你，还不是希望你能有出息啊？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陈总是我雅戈尔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他的事儿就是我雅戈尔全体员工的事。许厂长，你的员工肆意辱骂陈总这件事儿，你们是不是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？王建国品行不端，工作严重失职。我现在代表厂里宣布，开除王建国，永不录用。李总，我不是有意要冒犯陈总的，你要求的人不是我。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不是人，我混蛋，我狗眼看人低。陈总，千万不要让厂里开除我，只要您今天放我一马，从今往后我什么事我都听您的。王建国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。陈总，我怕了，我真的怕了。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是被厂里开除了，我这辈子我就完了。陈总，您不仅是厂里的恩人，同时呢，也是厂里重要的合作伙伴。这些人侮辱您，就是侮辱纺织厂。您说要怎么处置？厂里都支持你的决定。许厂长，关于处理王建国的事儿，我没意见。至于他们，江河，我说过你，骂过你几句，但那也是因为我爱你，我也是为你，为我们的未来好啊！你能理解我的对不对？爱我，为我好，白玉珠，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不，你要是为我好，你会让我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别人；你要是爱我，你会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；你要是爱我，你会从来都不信任我；你要是爱我，你会打心底里就瞧不起我，把我当成一个废物。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解释的必要了，白玉珠，你所谓的爱，我消受不起。江河，你误会玉珠了。其实玉珠打心里是为了你好。你看，要不是我和玉珠一直督促你，你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人物，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领导，对不对？要我说呀，厂里不该惩罚我们，更应该跟我们升职加薪。可以，这些话你还是留着跟厂领导解释吧。许厂长、许小姐，这是你们厂里自己的事情，你们处理吧。好。公然污蔑、肆意辱骂合作方领导，造成严重恶劣影响。按照我们厂的规章制度，扣除所有奖金，工资连降3级，留厂观察3个月。期间如果再犯任何错误，
直接开除。江河，你就网开一面，跟我们说2句好话。厂里降我们的工资，扣我们的奖金，我们以后母女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江河，我是想着何美秀和白玉珠毕竟和你有些情分，而且她们又是弱女子，家里也没个顶梁柱什么的，所以没有直接开除她们。你不会生气吧？这样也好，还是许小姐办事细心。你能满意就好。李总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聊接下来的合作？那当然，我早就迫不及待想看看陈总您的想法了。许厂长，能否借用一下您的办公室？我跟陈总去聊一些事情。当然可以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哭丧个脸干啥？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咱们家呀要发达了。傻闺女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刚才陈江河他只是当着大家的面耍耍威风而已，他在演戏。之前他那么喜欢你，我就不信他一下就不喜欢你了呀。男人啊，生气了哄哄就好了。妈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妈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还多，男人都一个样，说一套做一套。咱们赶紧回去，妈再教你2招，以后啊你对他好一点，我保管他以后还是乖乖的听你的。你说的对，那我那被开除的事儿。建国呀，按理来说你被开除了，我和玉珠啊都不该帮你。但是啊，看到你和玉珠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回头啊我去厂里见见保卫科，跟他们说说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个看门的工作。我女婿这层关系，老娘说话还是有点管用的。谢谢何爷，谢谢何爷。陈江河，你敢断我前程，咱们走着瞧。陈总，我听你打电话说要做总经销，着实吓我一跳。总经销？总经销？是啊，我刚听陈总这么说的时候，表情也跟你们是一样的。陈总，你的能力我绝对认可，但是要做总经销，意味着你要自己垫资、自己定价、自己打开市场销售渠道。我之所以连夜赶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李总，你们雅戈尔的丝光棉 T 恤之所以一直打不开市场，主要问题不在产品，而在怎么卖。那你认为该怎么卖？一件 T 恤成本价20块，你们下游经销商拿货价30，就算他们再怎么加价卖，最多也就40-50块，对吧？对啊，不过国内这些服装厂大多不都这样吗？就是因为都这样，才会导致你们的服装滞销。李总，你想想看，孟特娇的衣服同样是国内代工，质量一样，为什么孟特娇卖800一件还供不应求呢？因为人们相信1分钱1分货，人们相信品牌，而品牌是可以人为造出来的。李总，你们库房现在还有多少货，就给我拿多少。从今天开始，撤掉其他所有的经销商，以后雅戈尔的 T 恤只允许我陈江河来卖。那你准备定价多少？200。什么？200块？对，200块一件，利润你我5分。哎呀，
陈总，如果真的能做到，那我们雅戈尔就成国内的孟特娇了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李卫东这辈子没赌过人，不过这一次，我赌你。王秘书，你抓紧去准备一下合同，把库里现有的10万件现货都交给陈总。至于货款，陈总，你的情况我也清楚一些，不过你也要理解兄弟的难处啊，不然的话，厂里的流程这一块恐怕过不去。这样，你先预付我30%的货款，也就是60万，剩下的等你有了回款再给我。我们雅戈尔愿意与你共担风险。好，李总，那提前祝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行，陈总，我先回去安排一下，你也抓紧时间筹备筹备，咱们大干一场。江哥，这6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上哪儿去找这个60万？这6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上哪儿去找这个60万？国家在这个时期为了推动市场经济，特地出台了无息贷款政策，只是需要有一定商誉的企业担保。许厂长、许小姐，60万只是货款，仓促营销加上柜台都需要钱，所以我至少需要贷款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另外贷款需要担保，所以许厂长，厂里能不能帮个忙，替我做个担保？爸，之前江河帮了我们这么多，这次我们也要帮他呀。陈总，帮你担保自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爸，你干什么？陈总，我非常看好你的眼光，更看好你的能力。这个总经销这个事儿啊，我希望你能够带上暖夏，一块儿做。陈总，您笑什么呢？我让他跟着你，行不行？你给个准话呀！行不行？你给个准话呀！许厂长，许小姐能力这么出众，能加入，我当然欢迎啊！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这个贷款担保我给你办了。来，陈总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呢？首先得先搞定柜台，只有足够多的柜台，才能够把那批货给出掉。我已经联系好江盛百货的吴松江，到时候许小姐可以跟我一块儿去。我都听你的。还有我这闺女啊，从小被我宠坏了，难得会听你的话。那陈总，我这闺女啊，可就交给你了，希望你好好的照顾她。放心吧，厂长。可以，玉珠，陈哥真的贷了100万，而且这2天厂里都传遍了。什么？贷款上100万？这钱他就是拿命都还不上啊！他是疯了吗？妈，你先别着急，等会儿江河回来了，看看他怎么说。说什么说？这个废物东西！原本我以为他出息了，没想到转眼就欠银行上100万。玉珠，你考虑过没有？这可是上100万的债呀！你跟他结了婚，这钱还不得你跟他一起还呢？玉珠，何姨说的对，我不是说陈哥的坏话啊，就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跟你商量一下，这好像确实不太尊重你啊。啊，陈哥来了。啊，你还敢回来？我问你，贷款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？谁允许你贷的？我自己的贷款用不着别人同意吧？陈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何姨也是担心你。再说了，你马上跟玉珠结婚了，这结了婚那就是一家人，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的事呢？江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？
心里究竟还有没有我？玉珠，你还跟这个废物废什么话？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负债100万，这要真结了婚，这还了得？钱是我自己借的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陈江河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要真想跟玉珠结婚，你就赶紧把这个钱给我还上，否则结婚门儿都没有。我再认真的告诉你们一遍，我和白玉珠退婚了。哎呦，陈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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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别生气，何姨和玉珠啊都是担心你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再碰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陈哥，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们是真担心你。你想想看，人家李总和许厂长，他们是什么人，咱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有钱赔得起，咱们哪有钱赔得起啊？张和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个钱你到底还不还给银行？合同都签了，雅各的货都出去了，还不了。你气死我了！你做事儿就不动动你的狗脑子！卫东都卖不出去的货，你贷款过来就能卖掉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神仙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神仙吗？哎呀，何姨，你现在说陈哥也没用了。我也没想到陈哥的手这么快，直接就把钱打过去了。我还听说雅戈尔现在的 T 恤21件都卖不出去，陈哥还要卖200呢。陈江河，你是疯了吗？一件 T 恤卖200，200块钱怎么可能有人会买啊？你是想把命都赔进去吗？江河，你听我的，如果真的退不掉，那就趁着还没开卖，赶紧改价，哪怕15块钱、10块钱都行，能卖多少卖多少，这样咱们也赔不了多少啊！看什么看？听玉珠的，就卖10块钱一件。是啊，陈哥，你要是不把价格往下调，恐怕是要全赔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的事儿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的嘴还硬？就你这个价格，能卖出去1件，我当全场的面跟你下跪道歉。沈江河，你能不能踏实一点？我不求和你大富大贵，我只想和你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这么简单的要求你都做不到吗？我不求和你大富大贵，我只想和你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这么简单的要求你都做不到吗？我在上班，我在哪？一天天正事儿没有，就知道打电话问我在哪。陈江河，烦不烦？老婆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耽误了我工作，就靠你这那仨瓜俩枣，我跟女儿喝西北风吗？你走什么？该走的人是他，是他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有脸怪这个怪那个。这些年要不是因为建国，我都不知道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白玉珠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，你不觉得恶心，我都替你恶心。真正的你有多爱慕虚荣，多爱钱，我比谁都清楚了。我比谁都清楚了。陈江河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凭什么骂玉珠啊？对啊，陈哥，玉珠一心为了你，还有你们的未来着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陈江河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看我的，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。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江河，和吴总约定的时间要到了。白玉珠，既然你们都这么瞧不上我，以后就别再来纠缠陈我了。我们走。陈江河，你混蛋！
江河，他们不了解你做的事嘛，所以那么说也能理解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你是做大事的人，做大事的人呢，就是很难被人理解啊。徐小姐，我从来都没有期待他们能理解我。经历前世种种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他们再有一丁点的期待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材料准备好了吗？哦，都准备好了。陈总、徐总，国产丝光棉 T 恤在国内的定价我清楚，你们这次定价200，这是往外赶顾客。我们江城百货新成立，客源本来就少，不可能偏向信誉跟你们合作。哎，吴总，不可能偏向信誉跟你们合作。哎，吴总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徐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吴总，我们既然找您合作，就绝对不会让江城百货的名誉扫地。您要是还不信的话，我愿意用胜利纺织厂的名誉做担保。看在徐小姐这么有诚意的面子上，陈总有什么你就直说，能不能合作，等你说完我再做决定。吴总，如今整个江城只有你们江城百货和江城商贸2家购物中心。江城商贸成立时间久，顾客多，定位亲民。据我所知，你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上一世江城百货陷入跟江城商贸的恶性竞争，开业第2年就倒闭了。陈总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来嘲讽我，那这次的合作大可不必。吴总，陈总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来嘲讽我，那这次的合作大可不必。吴总，你们江城百货新立，如果不在未来的竞争中找准定位，吸引更多顾客，必然会败给江城商贸。而我们这次合作，我在打响自己品牌的同时，也一样能给江城百货成功定位高端，让你们吸引更多更优质的顾客。定位高端，陈总你在说笑话。吴总，我绝不是在说笑。现在社会日新月异，明天永远比今天好。低端只是生活，高端才是追求。言尽于此，我相信吴总是个聪明人。低端只是生活，高端才是追求。另外，这次合作我会拿出总销售利润的5%，让给江城百货，请您做选择吧。陈总一下让出这么多利益，想要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要开售当天所有江城百货的销售档口全部补满我的货。第一，我要开售当天所有江城百货的销售档口全部补满我的货。2，所有档口的销售人员必须挑选最年轻、最漂亮、嘴最甜的。好，陈总你都这么有魄力，我也不能差事，就这么定了。一言为定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吴总，徐小姐这杯酒不建议我替她喝吧？陈总如此怜香惜玉，怪不得徐小姐肯为你拼命。这么大一杯白酒，可不是谁都能喝的。徐小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吴总，这才刚合作呢，你就嘲笑我啊？吴总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陈总，我还是很好奇，
200一件的 T 恤，你打算怎么卖出去？吴总，这个可是商业机密，现在说了可就不灵了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开业那天你们江城百货一定会客似云来。好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陈总，等这笔生意成了，还在这里，我为你摆庆功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快点，放这，慢点啊！慢点。江河，许小姐，你来了，马上就要铺完货了。江城百货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哦，吴总已经按照约定把所有的服装档口都空出来，就等着咱们的货过去了。太好了，回头替我好好谢谢你爸。要不是他把仓库和工人借给我们，我们恐怕不能这么快完成补货。哎，你要谢的话，就谢谢你自己吧。多亏了你把厂里的丝过棉都卖出去，才能空出仓货呀。哎，你看那些工人，要不是你让厂里起死回生，他们恐怕都失业了。住手！别搬了，都给我住手！别搬了，都给我住手！停下，停下，都给我停下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陈江河，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要不是建国告诉我们，我还不知道你背着我们铺货了。你这是想害死我们玉珠吗？陈哥，你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商量呢？你这样做，让玉珠还有何姨多担心啊！江河，我知道我之前说那些，你心里有气，可是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毁了自己，毁了我们的未来啊！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跟你哪还有未来呀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已经退婚了，我做这些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陈江河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有没有天理呀？你这个白眼狼！你嘴上说跟我们没关系，实际上谁不知道你跟我们玉珠就要结婚，这个钱还不是要让我们玉珠给你还呢？哎呦喂！我们玉珠的命可是这么苦啊！哎，厂领导呢？快找厂领导过来呀！这个原本20-30块钱的衣服，这个白眼狼他想卖200块，还贷款了上百万，你这不是坑我们玉珠吗？文美秀，你别闹了。陈总的决策也是你能随意质疑的吗？你要是再敢污蔑陈总一个字，小心我按厂规开除你。许小姐，你怎么能替他说话呢？我没有污蔑他，我们被骗了，你们也被骗了。一派胡言！何美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和白玉珠还有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再敢胡说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和白玉珠还有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再敢胡说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陈总都说和你们没有关系了，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？起来回家去吧。你想得美！你想退婚就退婚呐，那我们玉珠的名声呢？好，
想退婚？可以，10万块拿得出来，就当是赔偿我们玉珠的名声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哼，这件事儿免谈。何美秀，你这是在讹人！我们不会同意的。你们，陈江河，怪不得你坚持要和我退婚，原来是攀上高枝了呀！白玉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不承认？徐暖夏他这么维护你，你敢说你们之间没有什么？我跟许小姐只是合作关系，她说我们有错吗？陈总说的没错，我的钱现在都在陈总的项目里，你妈找他拿钱就等于拿我的钱，我说句话有问题吗？何美秀，你女儿的名声价值10万，我的名声就一文不值，可以让你们随意污蔑吗？我看你是不想在厂里待了。许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许小姐，何姨和玉珠他们真不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陈哥他太冲动了。哎，我做过市场调研，现在一件丝光棉的 T 恤卖40都费劲，他还要卖200，一下子这么多货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王建国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你该担心的事儿吗？许小姐，是不该我操心，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被骗，看着厂子里受这么大的损失呀！对对对，建国说的很对。行了，我骗没被骗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陈江河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货退了，把银行的钱全都还上，我就当做之前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否则这一次，我们的婚事真的全都完了。该怎么选择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该怎么选择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白玉珠，那我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我们已经退婚，并且不可能再结婚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好啊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别等到你赔光的那天再来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你放心，我们不可能赔的，就算赔了，我也会和陈总一起承担。围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呀，厂长，您可算来了。陈江河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闭嘴！陈总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敢污蔑陈总一句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掉？你再敢污蔑陈总一句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掉？何姨，既然厂长都发话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厂长，我们这就走啊！哼，江河呀，这明天就要开卖了，一下子弄这么多货，这价格也定得这么高，当真有人买吗？哎呀，爸，你就别怀疑了，人家江河这么定价，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嘛。你要相信他。好，那我就不问了，江河呀，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。许厂长，您放心吧，明天咱们这些货肯定供不应求。好。哦，许厂长、许小姐也在啊。我找陈总有点要事，需要单独聊聊。好。李总，出什么事儿？陈老弟啊，我听说你要一次性把所有的货全铺上。李总来就是问这个呀？对，全铺上。这做事太冲动了，一次性铺10万件，万一卖不掉怎么办？我建议啊，咱们先铺一部分，剩下的放仓库。要真是卖不动，我就当囤货在这儿了。李总，
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患得患失的？这可不像你。陈老弟啊，这可不是患得患失，咱们这次铺货，你赌上了未来，我也押上了所有的商誉。一旦冲击高端不成功，咱们要想退回去，可就太难了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李总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一切，就等明天了。你真有把握？放心吧，明天就是你我一飞冲天的日子。哎，玉珠啊，我算是看透了，陈江河这个废物，给他800次机会都不中用。哼，幸亏退婚了，要不然呢，还不知道怎么连累我们呢。何姨说的对，陈江河这么不听劝，一定会栽大跟头。何姨，我觉得你和玉珠啊，要趁早做打算。对对对，你这句话可算是提醒我了。玉珠啊，听我的，打今天起，与他断了来往。哼，以后无论他是要饭还是跳楼，跟咱们啊都没有关系了。妈，江河他鬼迷心窍，我还想再去劝劝。劝什么劝？我告诉你，不许你再和他有任何瓜葛，听到了没有？玉珠，我知道你不忍心，但这些都是陈江河自己选的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就不要再干涉他的命运了。丫头，跟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和白玉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自我了解。还在担心明天的事啊？倒不是担心，五味杂陈罢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失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会失败。还在吹牛？你来干什么？陈江河，你现在趁着还没开卖，赶紧把价格降下去，这样也赔不了多少。赚还是赔是我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？你真是个疯子！我当初怎么就眼瞎了，看上你了？我一猜就知道你又来找这个废物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妈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，就立刻跟我回去。走。这么多人都不信我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？真正喜欢一个人，又怎么会不信任他呢？是啊，喜欢一个人是会无条件的信任他。白玉珠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可曾信过我，哪怕一次？江河，你喜欢我吗？我也不是大无畏，我也不是不怕死。你这么温柔漂亮，哪一个男人会不喜欢呢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你。不会很久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明天就要开卖了，今天晚上早点休息。我们一起等待，见证明天的奇迹降临。
陈江河呢？看到陈江河了吗？没有。电话也打不通。陈江河在搞什么鬼？李总，看到陈江河了吗？赶紧让他过来，这里一个顾客都没有。难道这就是他说的供不应求吗？李总，你先别急，我也没有见到江河，但是他向来说到做到，我们要相信他。哟，李总，许小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那么信任他呢？我早就说过，卖这么贵，只有傻子才会买。就是，幸亏我们玉珠退婚及时，要不然呢，真被这个废物害死了。李总，陈江河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他这个人不仅没本事，而且还没担当。这次闯这么大的祸，我估计他要么就是逃了，要么就是投河自尽了。李总，要么你派人去河边看看，说不定这会儿人已经飘上来了。完了，要真是这样，一切都完了。李总，我可是赌上了整个场子。李总，你别听他们胡说。江河说今天汇报，今天就一定汇报。我们再等等，再等等就有转机了。转机？都这样了，怎么可能还有转机？要不是……今天怎么来江城了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管他呢，快跟上，我要追星。君姐，今天有新歌发布吗？吴总，人已经到了，江城的这轮月亮能不能升起，就看你们了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火了！我雅哥火了！我雅哥火了！亚洲天后影响力惊人，就算是再贵200，这也能卖出去啊！不过，像歌后这种大明星，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到。江鹤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陈总，这个青花瓷真是太棒了，你真免费送我了。俊姐，真免费送，我也是你的歌迷，你能唱我写给你的歌，是我的荣幸。还是别吧，我可不喜欢欠人情。说吧，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？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答应。俊姐，你要这么说，还真有个小事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对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是在做梦。玉珠，玉珠，你赶紧去找江河，这一下他真的是发达了。你现在就跟他结婚，妈再也不会反对你们了。
现在去找他，他怎么可能答应我？妈，是你毁了我的一生！你胡说，妈没有。乖女儿，你听话，赶紧去找江河。你跟他一起长大，他对你是有感情的。你找到他，他肯定能回心转意的。他现在可是全江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是我想找就能找到的呀？哎，那不是江城百货的吴总吗？你跟着他，一定能见到江河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啥呀？走啊！哈哈哈哈！陈总，你给江城升起来的可不是什么月亮，这分明是炙热的太阳啊！感谢你给我们江城百货这次合作的机会。吴总，咱们是互相成就，没有你的全力配合，也不会有咱们今天的一飞冲天。来，坐，走。江河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哎呦，好女婿呀！你这话说的什么呀？玉珠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总不能连人都不认了吧？好女婿，何美秀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了？是谁整天骂我没本事，把我贬得一无是处，张口闭口就是一个废物？又是谁主动提出的退婚？这些你全忘记了？哎呦，好女婿，我呀不是人，我不是东西。以前呐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目光短浅，给你道歉。你现在可是咱们江城的千万富翁呢，是大人物了呀，你可不能给我一般见识啊！那照你的逻辑，我要是拿刀捅你一下，也跟你道歉，是不是你就原谅我了？江河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真的爱你。那个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别闹脾气了啊！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领结婚证。白玉珠，爱我，你爱的是钱，是地位，是你自己。我要是没有今天的成功，你还会现在和我这样说话吗？我要是今天没有成功，是不是在你心里都觉得我一直不如王建国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机会？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你珍惜过一次吗？白玉珠，我再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可能。不是的，江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江河？白玉珠，到现在你还活在梦里吗？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，你要是再纠缠不清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说江河呀，这儿呢也不是个谈事儿的地儿，干脆你和暖夏先到我的办公室，我的亲近，绝对不会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打搅。我呢陪吴总在这先聊会儿。好，江河，白小姐，请你自重。白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江河是我的，要和他结婚的人是我，是我，江河。
是真的曾经爱过你，可惜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江河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这样对你了。陈总，你看，开车。江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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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骂你了。你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男人你都哄不回来，演你有什么用？何爷，你先别生气。陈江河这么绝情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好过。建国，他现在可是千万富翁了，你有办法对付他？陈江河不就是靠着丝光棉 T 恤做起来的吗？他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建国，你老子好使，只要能把陈江河这个狗东西踩在脚下，阿姨跟玉珠以后都听你的。何爷，只要你们都听我的，我保管用不了多久，陈江河一定会被我们踩在脚下。哎，李总，来找陈江河的。哎，李总，陈江河现在可不敢见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李总今天这么着急来找陈江河，是因为最近市面上关于雅戈尔的负面新闻吧？李总瞧不上我这种小人物，不想跟我多说，我能理解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如今市面上的那些假冒伪劣的雅戈尔 T 恤是你最看重的陈江河做的，李总是不是就有兴趣跟我聊聊？这不可能，陈江河不是这种人。我警告你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李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您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找证据。王建国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骗我，饶不了你。李总，您放心，没有证据，我怎么敢上门找您呢？江河呀，这以后纺织厂可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对厂里的员工好一点啊。我只是承包咱们厂，产权还是在公家。您可别故意说这些，让我犯错误啊！还不是一样吗？国家正在提倡公改私，这厂子早晚还得是你的。爸，厂子交给江河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人家江河啊，可是做大事的人。我知道江河在谋划大事儿，怎么，这还没嫁出去了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？爸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对了，江河，你正在组建自己的商业产业，那雅戈尔那边怎么办呢？雅戈尔如今越做越大，以后的利益纠缠也会越来越多，说不定明天李总就会找到我，要结束跟我的合作了。不会吧？你给雅戈尔带来这么大的利益，他们怎么舍得和你取消合作呀？南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伙伴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江河，他们呢可能会因为利益离开你，但我不会。走吧。好。李总，这就是陈江河之前住的房间，你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。
假货！李总，陈江河不想分您利润，所以专门找了这些低劣小厂来生产这些假货，然后以200一件的高价卖出，利润可全都归他自己。李总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陈江河这人不可靠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让女儿跟他退婚呢？对，李总，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我对他的为人最了解。他这人最喜欢钻营，贪得无厌，撒谎成性。您啊，被他给骗了。李总，陈江河从小无父无母，玉珠可是他的未婚妻呀，是他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。你不信我们，总得信他吧？陈江河，李总，陈江河就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对象。我还听说他从你们的合作中分走了1半的利润。这样，您跟我合作，我只要10%的利润，而且我跟江城的这些百货大楼都熟，绝对比他干得好。你？对，李总，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便还您一个奇迹。李总，陈江河这个废物，以前就是建国手下的一个小工，要是他的能力比建国强，怎么可能让建国管着他呢？要更换总经销这件事情太大，我需要跟厂里的其他领导商量。等有了消息，我会通知你们。好啊，李总，那我就在这等你的好消息。不送了。陈总，现在市场越来越大，如果还按以前的利润比例分配，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太划算了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能不能让利50%？李总，如果我能让利50%，我们还能继续合作吗？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啊！确实如此。最近很多大的经销商主动联系到了我，他们开出的条件和自身的资源都很不错。想到了，蛋糕做大了，想要来分的人自然也就多了。李总，我们也合作这么久了，您有什么就直说吧，不用藏着掖着。陈总爽快。最近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的 T 恤，我们公司也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，并且报了警。从目前查到的线索来看，这些假货的源头很可能就在江城。所以李总是在怀疑我？李总，雅戈尔是怎么做起来的？李总应该很清楚吧？陈总说笑了，我怀疑谁也不可能怀疑你啊。不过经过了这件事，很多人对你在江城的业务感到不满，所以我觉得为了咱们彼此的声誉，我们之间的合作不如就此结束。李总，好。陈总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啊！不瞒你说，自打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凡人。你后面还有什么打算，可以给我说说吗？当然，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入股了江城和周边几个城市的百货大楼，同时承包了胜利纺织厂和复兴服装厂等上下游工厂。陈总，这么大的手笔和布局，果然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李总过奖了，也多亏您之前的提醒。那我就等你腾飞，然后咱们再把酒言欢，一言为定。李总，雅戈尔可是大品牌，不许随意打压我们呢。徐总，您这可是臊我的，我巴不得啊，你们现在就起飞，跟我一道
咱们把国内的品牌做大做强，一起共同抵抗那些外国的舶来货。李总大气，我们也希望能尽快把品牌做起来，然后一起把那些外国货都比下去。陈总，徐总在你的调教下，可是越来越有你的风范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俩到底什么时候把事给办了？哎，我可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。快了，会合上的。好，那我可就等你的通知了。李总、陈总，假冒伪劣我们雅戈尔产品的人抓住了。哟，这么多喜讯啊！抓到的是谁？你可别告诉我说是陈总啊！不是，主要是这个团伙的主要成员，我们陈总也认识。小王，就别卖关子了啊！王建国、何美秀、白玉珠，公安已经对这3个人正式进行拘捕。竟然是他们！哼，真是贼喊捉贼！我早就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开门！王建国、白玉珠、何美秀，你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开门！王建国，你这个爱强盗的王八蛋！我和玉珠这一辈子都被你害死了！我弄死你！我要弄死你！我爱强盗，我王八蛋，那都是你们活该！要不是你们嫌贫爱富、爱慕虚荣，又怎么可能被我说动？玉荣嫌贫爱富，又怎么可能被我说动？江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我不想做了，白玉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？他来救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别动！别动！你抓到我吧！老谢。清晨闹铃叮当，调频回荡，是牧阳光来在你脸颊上。老公啊，你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比较好？都听你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如果是男孩的话呢，就叫陈然；女孩的话呢，就叫陈心，怎么样？啊，陈星，就别了吧。嗯。